此处15年前就僻静无人，不过倒是方便了我，不用在太医院沐浴更衣。皇上，您分明没找什么极阴之体的女子，今日之言恐怕只能骗得了太后一时。你在教朕做事？奴才不敢。让你找的顾太医之女顾雪见找到了吗？暗卫都已经找遍了，可不知为何一直没有消息传来。雪见，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究竟在哪？朕不是说过，此处不得有人进出吗？奴才明明，哎，什么人？来人呐！把这个女刺客给……奴家不是女刺客，奴家是给皇上暖床的极阴女。你说皇帝真的找到并宠幸了那个极阴女？奴婢亲眼所见。哼，哀家这个养子多年来后宫空悬，装着一副勤政爱民的样子，哀家当真以为他立志要做个戒色和尚。哼，既如此，便把这炉合欢香赠予皇上，助助兴吧。哼，这好东西可是会伤身的呀，皇上您好好享用吧。奴家是给皇上暖床的极阴女。朕根本就没找过什么极阴女，你究竟是何人？是你！皇上认出我了。快快，小杂种在那儿！追！醒醒，醒醒！我疼的手抖，你来帮我扶。我不行，我救了你，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他果然认出了我的身份。朕终于找到你了。这么多年，你知不知道朕找你找得多辛苦？
合欢伞。放心，朕会温柔细。幸好我能逼出合欢伞的毒气。薛太医可在房中？你昨晚去哪儿了？太后娘娘找了你一整夜，发了好大的火。昨晚伤重，回来的路上我晕倒在了御花园，这不早上刚回来。这么严重？快给我看看你的伤口。不必麻烦，我还是先去给太后娘娘请脉了。清高什么呀？都是男人，就他扭捏，呸！哼。陛下，昨晚那个女贼也太大胆了些，装成极阴女勾引您就算了，居然还给您下药，玷污了您的身子。退下吧。陛下，恕奴才多嘴。那人如此行径，必定是太后派来算计您的，要不要？他绝对不可能是太后的人。示弱，你会死的，死了就不能给你爹报仇了。那个毒妇也杀了我母妃，是因为我看到了一切，她才会派人追杀我。所以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有朝一日用她的血祭奠我们死去的父母。朕与他都是在同一场风暴中幸存的人，只有靠在一起，才会觉得暖。圣谕，传朕旨意，调动河宫禁军，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昨晚的女人。朕要给她交房圣宠，封她为后。陛下，陛下，您看，这是何物？会不会是昨晚那女子遗落的？回娘娘的话，昨夜御花园当值的宫女儿都在这儿了。不知死活的贱蹄子，竟敢背着哀家勾引皇上！说，昨晚是谁自己站出来说话？哀家还能留你一命，让皇上收了你。说，昨晚是谁自己站出来承认？哀家还能留你一条命，让皇上收了你。若被太后知道与皇上一度春宵的人是我，只怕会把我虎马分尸。没人承认，难道想私怀龙种一步登天？既然没人说话，
魏嬷嬷，奴婢在。统统杀了！是。太后娘娘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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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知死活的狗东西！这么多无辜的姐妹将要惨死，你竟然还不站出来！去！太后娘娘，微臣知道那女子在哪。你昨晚去哪儿了？哀家找了你一整夜。说，那个女人在哪儿？微臣昨晚晕倒在御花园中，早上醒来，亲眼见那女子跳入了湖中。女扮男装，乃是欺君死罪，我绝不能让她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太后娘娘，那么深的湖水跳下去，那女子想来必死无疑。如果让哀家知道你撒谎，一定扒了你的皮！魏嬷嬷，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娘娘，湖里都搜遍了，没有见到尸体。好你个薛姐，仗着能为哀家治病，竟敢欺瞒哀家！哀家定让你长长记性！娘娘，娘娘，虽然湖里没捞到尸体，但当值的工人确实看见湖心亭的女子跳进水，那个贱蹄子怕是跑了。若是今日有人来湖心亭，你便告诉领头的，今早你当值时，看见一女子从亭子里跳入湖中。好，微臣对娘娘忠心耿耿，绝对不敢欺瞒娘娘。可你竟敢擅自给哀家中蛊，损害哀家凤体，其罪亦当诛！娘娘可还记得子母蛊？烙铁若是烫到微臣身上，娘娘也会承受同样的痛苦。哀家昨晚已经问过了，子蛊之人受伤，母蛊感同身受，反之却不会。也就是说，哀家只要留你一条贱命，待49天后便可杀了。可我给你种的蛊，是我们薛家祖传的子母蛊，以母蛊为饵，饲养子蛊。我受一分痛，太后你就要受上10分。你这是？皇上驾到！皇上深夜急匆匆前来德寿宫，所为何事啊？朕昨夜在湖心亭宠幸了一名女子，听内务府总管说，太后把昨夜当值的宫女全都喊来了德寿宫。朕想知道，那女子是否就在这些人当中？
那皇帝的意思是，哀家掳走了你的女人？朕绝无此意。那些工人，哀家早就让他们走了。至于你说的女人，哀家既不知道，也未见过。不过只是一名宫女罢了。不过朕这一路走来，确实有些口渴。四次扣押宫人可是重罪，我绝不能让太后就这样躲过去。哀家的胸口好痛啊！太后可是风疾又发作了，朕这就去殿内给太后取药。皇上，皇上！这是谁的东西？大仇未报，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我的身份。陛下，奴才瞧着这东西，倒是有几分像是太医才会有的。皇上恕罪，这簪子乃是奴婢的。你一介宫女，拿这种东西做什么？家父行医，奴婢从小耳濡目染，粗学一些针灸之法。皇上若是不信，可以看一下这个簪子，奴婢亲手刻了一个血字。果真有一个血字，陛下，看来这个宫女就是您要找的人。抬起头来，让朕瞧瞧。
太后方才是怎么跟朕讲的？想必是太后久居深宫，早已忘了宫规森严，竟敢将这些宫人扣押在这德寿宫。太后娘娘私自扣押宫人，犯大不讳，杀无赦。皇上，冤枉太后了！私押宫人非太后所为，而是什么？是薛太医揣测上意，扣押宫人，连累了太后啊！薛姐，这里只有你不是哀家宫里的人，能替哀家抵罪，也是你这条贱命三生有幸。皇上，娘娘例行对宫人们问话之后，本已放宫人们离开，是薛太医他为了讨娘娘欢心，私扣宫人。好一招弃虚保帅！我隶属太医院，他把罪责推到我头上，倒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薛太医，嬷嬷所言，你可认罪？薛太医，你是哀家一手提拔的，今日你虽酿成大错，但皆为哀家，哀家尚可求皇帝留你。可若是你不知悔改，皇上，归嬷嬷所言，句句属实。好的，一个小小的太医，竟有本事将这些宫人扣押在太后的德寿宫。既然你决心要当条忠心的好狗，朕成全你。来人！太医薛浅触犯宫规，杖杀。求皇上开恩，求皇上饶为臣一命，求皇上开恩。你伤害了朕找了10几年最珍贵的人，杖杀，以示朕格外开恩了。带下去。太后娘娘，救救微臣！娘娘，娘娘，娘娘，娘娘！今日确实是薛简做过了，皇帝怎么罚，哀家都不会干涉。罚也罚了，哀家也累了。爹爹，您当初的无奈，女儿终于也品尝到了。但您放心，那些您承受的痛苦，女儿会1000百倍还回去。太后，哀家的腰好痛啊！薛太医，快薛太医！太后娘娘，我疼1分，你便疼10分，这板子打下去，只怕先断气的是您呐！哀家腰好痛啊！马太医，太后的情况如何？回禀皇上，太后娘娘怕是风疾牵扯到了身体经络，往常都是薛太医给太后把脉，微臣恐怕……皇上，这是早上薛太医为太后娘娘煎好的抑制风疾的药，还请太后娘娘尽快饮下。
等等，你方才说薛太医一早就在为太后熬药，中途可曾离开过？不曾，药还未煎好，薛太医担心太后娘娘，就赶来请脉了。你撒谎！若是薛太医一直身处太医院，他又有何时间来囚禁朕身边的宫人？奴才不敢欺君，太医院的太医们皆可作证。住手！按这个方子去给太后抓一副治风疾的药，一会儿我要煎了给太后送去。还好我早有防备，留了后手。太后，这又作何解释？太后若是无话可说，朕便下令彻查此事，肃清宫妃。皇上，都是老奴的错，自作主张扣押宫人的是老奴。老奴知道太后娘娘牵挂皇上婚事，所以才想找出皇上心仪的女子，为太后娘娘了却一桩心事。此事太后娘娘毫不知情，污蔑薛太医也是老奴自作主张。老奴罪该万死呀！你确实该死。老奴罪该万死呀！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你本就该死，欺君罔上，死不足惜。只是刚刚薛太医已经代为受亡，既然他是苦主，那朕可以把决策权交给薛太医。薛太医，这桂嬷嬷的生死也都在你手上。无论我如何选，都是一局死棋，选他死，是说明我在太后面前建立的忠诚将毁于一旦。让他活，我便对不起死去的爹爹，皇帝更会将我视为眼中钉。来，拿着。薛太医，这桂嬷嬷她险些让你丧命，难道你就不想报仇吗？太后，杀了他，你就可以报仇。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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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医者治病救人也，微臣不能杀人。皇上，薛太医胆子小，他没那个本事。皇上不要！太后娘，我送您的第一份大礼，你可喜欢？皇帝，你各为一国之君，怎能在内宫杀人？这桂嬷嬷乱了宫规，朕想杀便杀了，把桂嬷嬷处理了。是。中宫虽空悬，可太后
你治理六宫，御下不义，致使宫闱乱了秩序。皇上的意思是在责怪哀家了。儿臣不敢，只是太后若不以身作则，六宫中人恐难以信服。来人，封禁德寿宫，无诏不得出入。封禁？你就不怕背上不孝的骂名吗？朕纵使背上不孝的骂名，也不想有关于太后的恶言传出，污了太后的名声。你在威胁哀家？儿臣不敢，儿臣一心为了太后。来人呐！封禁德寿宫！朝中皆是太后娘家的党羽，她行事如此不避风，究竟是逞一时之快，还是真的有这个底气？有可否助我复仇一臂之力？这薛太宇身量娇小，身姿曼妙，更似女子，倒是让朕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听说你昨夜一直未归，究竟去了哪里？我听说你昨夜一直未归，究竟去了哪里？传太医，传太医！薛太医，您终于醒了。苏美人等您好久了，想向您求药。宫中还有苏美人吗？哦，薛太医有所不知，苏美人是皇上刚刚册封的。你先下去吧，我有一些药理问题要问薛太医。是。恭喜苏美人得偿所愿。薛太医，你明明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你在做什么？哦，我看你这个簪子有些旧了，给你买的新的，喜不喜欢？不喜欢。你是宫女，我是太医，逾矩接触，害人害己。你走吧，我还要煎药呢。我当日冒认那只簪子，只是想为你顶罪。可是皇上竟把我认成了旁人。那日你从太后手中把我救出来之后，雪儿此生就认定你了。可我也……你也什么？可我也已经知道，你已贵为美人，你我君臣有别，注定不能在一起了。我不信，我没被册封时，你也拒绝过我。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接受我？你都告诉我好不好？苏美人说还有求医问药之事，薛简必定知无不言。薛太医，太后娘娘风疾发作，请薛太医速去德寿宫诊治。苏美人，你请便吧。薛太医保重。哀家果然没有猜错，那个小贱人就是冒充的。哼，薛简此人居心叵测，还自作主张给哀家中蛊。哼，既然你是哥哥推荐的，那以后就由你来给哀家把平安脉吧。是。既然皇帝这么在意那晚的女人，那哀家就算把皇宫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她找到。哼，内务府那帮人惯会看碟子上菜，哀家从来都是锦衣玉食，何曾受过这种耻辱？
去，快给哥哥书信一封！那个贱人的贱种，妄想忤逆哀家，把持朝政，那哀家就让他看看，这个天下到底是谁在做主。是。薛太医求见。微臣拜见太后娘娘。若不是你这个蠢货犹豫不决，桂嬷嬷怎会死在皇帝的剑下？她跟了哀家近10年，是哀家唯一可信之人。才死了一个嬷嬷就受不了了，你痛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微臣自知罪该万死，可若是有选择，便是舍弃微臣的性命，换桂嬷嬷一命，微臣也愿意。还请娘娘切莫动怒，以免损伤凤体。只是，娘娘刚刚有句话说的不对，娘娘并非无可信之人，微臣愿代替桂嬷嬷，为娘娘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哼，哀家被困于此，你是不是忘了是因为谁？若要哀家信你，那就拿出自己的能力，让哀家看看，到底是不是一条好狗。是。哀家已经跟太医院打好招呼了，往后皇帝的平安脉由你来请。金刚散是无色无味的慢性剧毒，哀家要你下入皇帝每日的药膳。站住！还想往哪儿跑？皇上，恕奴才愚钝。您若是想要薛太医的命，随便安个罪名便可，何苦多此一举呢？朕本不想当众处死桂嬷嬷，可是朕当时的手竟然不受控制了。朕的直觉告诉朕，这个薛姐绝不简单。而且，朕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每当薛姐受伤，太后便会痛苦加倍。你说，待会儿那个老妖婆会不会生不如死？皇宫大内禁军森严，又怎会有蒙面人？除非他们是……心狠手辣的狗皇帝，我不过算计他一次，他竟如此报复我。早知道就该趁着在湖心亭的时候，一针把他扎废了。给，吃点甜的，心里就没有那么苦了。让他们停手！皇上，可德寿宫那边还没传来消息呢。停手！有刺！启禀陛下，太后娘娘风疾发作，痛不欲生，马太医正往德寿宫赶呢。看来薛姐跟太后确实是命脉相连。若此时杀了薛姐，那皇上还要停手吗？这居然是个女子！皇上，边关急报，边关铁骑南下突袭，即将攻破关城。来将，回宫。女扮男装混入太医署，可是株连九族的死罪。今日我等就替皇上除了你这胆大包天的贱人，给我上！说这是慢性毒药，药效怎会如此之快？难道是太后想借我之手除掉皇帝？皇上，这是今日的急奏，请您批阅。
边关之战一触即发，眼下唯有一人可堪重用，领兵出征。陛下，您是说太后的兄长镇国公？方才镇国公上奏，指责皇上禁足太后忤逆不孝，若要他领兵出征，需要皇上亲自解封德寿宫。若太后一根发丝受损，他便什么？他便亲自领兵包围皇城，亲自问一问皇上，您这个养子是怎么做的？岂有此理！竟拿百姓和社稷相系，逼朕妥协！哎，糟了！皇上，薛坚与太后的命脉相连，他在宫道被劫杀，那太后岂不是也？皇上，德寿宫传来消息，太后今夜虽发风疾，但经赵太医诊治，已经无碍。奴才按照您的吩咐，将太后接出了德寿宫。好个薛姐，朕倒是想瞧他了，能从这么多大内高手手中全身而退。倘若他铁心与我们为敌，必是强劲对手。母妃，母妃，我苦心筹划这么多年，为的就是给您报仇，让这黎民百姓不再受外戚干政之苦。可如今，那好像有人，别让他跑了！是，快追，快追，别让他跑了！什么？赶紧停下！追！是。皇上恕罪，微臣并非对皇上不敬，而是刚刚有刺客。哼，瞎了你们的狗眼！没看到？这是朕新晋的苏美人，他竟将我误当成苏雪了。皇上恕罪，苏美人恕罪，卑职有眼无珠，打扰了美人。滚！是。走。是。你受伤了？伤在哪里？伤得重不重？伤得重不重？朕知道你背负着血海深仇，入宫另有目的，可眼下并不是好的时机。那何时才是最好的时机？难道要让我眼睁睁看着仇人逍遥法外，而我什么都不能做吗？你的声音。糟了，要被发现了！皇上，嫔妾近日突感风寒，喉咙不适。伤疤的形状和位置都一样，我怎么会怀疑他呢？在不能自保的时候，过早的暴露你自己。就是愚蠢。皇上，御花园中宫人众多，这样于理不合。爱妃。你想什么呢？这是有了这个手镯，以后就算朕不在你身边，你也有自保能力。你的仇
朕会帮你报。从今以后，朕不会再让任何人伤你分毫。仅仅只是一夜而已。都说帝王之心变幻莫测，他怎么会真的动情？您刚刚有句话说的不错，没有能力自保时，过早的暴露自己，就是愚蠢。皇上，您可吓死奴才了！昨夜您在御花园中饮酒醉倒，可是昏睡了整整一夜呢。醉倒？朕当时明明很清醒，怎会醉倒？皇上，皇上恕罪！别碰朕！怎么是你？看到没有？这些小事情，你让奴才去做就行了。昨晚的他背负血海深仇，勇毅坚定，今日怎会变成这样？你昨天的伤如何了呀？伤？臣妾没有啊。微臣参见皇上。你来做什么？回皇上，马太医身体抱恙，微臣接替他，给皇上请平安脉。皇上，臣妾再去为皇上沏一壶新茶来。这太后究竟是给薛太医多少好处，才让薛太医为太后如此忠诚？皇上，有时候效忠一个人不需要任何好处。微臣以为，倘若对方身上有吸引微臣的特质，微臣就愿意为对方鞠躬尽瘁。那想必太后身上一定是有什么特性吸引薛太医。微臣效忠太后不需要任何原因，正如微臣效忠皇上一样。皇上，您的圣体健康无虞，微臣先告退了。奇怪，为什么我对他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你真的会效忠朕？那你为何不知道，朕昨夜中了合欢香，且需要人血入药？太后捅你一下，朕也捅你一下，很公平。微臣才疏学浅，皇上恕罪。滚！滚！古镇之期只剩20天了，我必须要尽快动手了。该死！我怎么会对一个男人
说伴君如伴虎，怎么好端端的人就被伤成这样了？薛太医，您醒了？可还有哪里不适？我昏睡期间，可曾有人来过？应该没有吧？谁没病没灾的会来咱们这儿啊？薛太医，怎么了？没事，之前订的水菖蒲应该到了吧？我还要为皇上熬药呢，你扶我起来吧。为我送来医袍的究竟是谁？说是让他发现了我的身份。马太医，薛太医，太后娘娘听闻皇上刁难于薛太医，甚是担忧，特意派老臣前来探望薛太医，顺便带几句话。皇上视太后娘娘的身边人为眼中钉、肉中刺，薛太医如若再不动手，往后的遭遇会比昨日惨上100倍。郑国公班师回朝，为太后娘娘带来了大补之药冷香丸。这冷香丸与水菖蒲同时入药，补药就变毒药。薛太医，不用我教你怎么做了吧？薛姐明白。皇上，臣妾听闻您最近事务繁琐，所以特意炖了老鸭汤，来给您解解乏。有心了。你怎么不带着朕给你的防身的手镯？啊，镯子贵重，臣妾怕弄丢了。皇上给臣妾的侍卫已经足够了，再加上皇上的恩宠庇佑，臣妾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皇上，汤凉了，就不好喝了。勉强能入口。以后这种小事情就交于御膳房吧。皇上，听说郑国公大破燕军，班师回朝，边关战事已经平息。按道理来说，你应该龙颜大悦，怎么还闷闷不乐的？你怎么就知道朕应该龙颜大悦？站住！你们都先退下。皇上，退下。微臣不知娘娘在此，扰了皇上兴致，微臣罪该万死。
都能下地走路了，看来薛太医已经是大好。会尽快给皇上入药，微臣不敢耽误。你前几天还害我差点殒命，该不会怀恨在心吧？这里面不会放东西吧？微臣不敢。是不敢呢，还是不会？他登基多年，后宫空悬，该不会是有什么龙阳之好吧？自己找地方躲起来。太后既然已经要我给皇上下毒，何必多此一举行刺？是烟斗，镇国公刚刚大破燕军，这些蒙面人是他的人。太后权倾朝野，已是万人之上，就连明玉后也无法撼动她的根基。可若是明玉后死在镇国公手中，背上弑君之名，纵然是一国太后，也难逃死罪。给，吃点甜的，心里就没有那么苦了。居然是他，那个送我出宫、救我性命的人。明玉姑姑已经在门口等你了，她是我母妃的贴身宫女，会好好照顾你的。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后面我怎么找到你呀？傻子，离开了皇宫这个牢笼，就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你的仇，我会帮你报。我原以为他早已经死在了太后手中。你没事吧？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皇上，皇上，您没事吧？皇上，皇上。太医，宣太医！太医，宣太医！陛下，陛下，陛下，是中毒了！薛太医，你好狠的心啊！竟然在陛下的药材里面下毒！我没有。倘要只有我一人经手，要是你中毒，
我也难逃其咎。来人，把这个弑君的罪人给我打入大牢！皇上怎么样了？薛太医，你不是太后的人吗？怎么这么关心皇上？不怕太后让你死啊？王丫头，你下毒了吧？那不是毒，只是激阳的药材而已，下多了可不就晕倒了吗？苏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仅女扮男装，还和皇上爱生情愫，玩弄我的感情，难道我就不无辜吗？那晚给我送外袍的人果然是你。对，要不是那晚我偷偷验了你的身份，我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我就说你的簪子为什么落在湖心亭中，我还好心的以为是你顶撞了皇上，想替你顶罪，结果呢，和皇上春风一度的原来是你这个贱人！我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你的示好，我隐瞒女儿生潜入宫中是为报血海深仇，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少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不过，我还要感谢你，我现在是皇帝的嫔妃，而你是弑君的罪人，活不了多久了。这就是你欺骗我的下场。你个疯子！我要去告诉皇上真相。你女扮男装潜入太医院，已经是株连九族的死罪了。就算皇上想偏袒你，但是皇权不容挑衅。你以为你揭露了身份就能活命？薛简，你横竖都是一死，这就是你的命了。做得干净些。是，苏美人。薛简，是你负我在先，只要你死了，我就能用你的身份宠冠六宫，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呸！嘿嘿。你想干什么？做什么？自然是送薛太医上路了。雪见，醒醒！女儿，醒醒！爹，雪见好想你。爹，雪见是死了吗？不然怎么会见到爹爹？雪见不能死，雪见还有重要的事情没做完。可是。雪见好累，雪见快坚持不住了。爹爹相信雪见无所不能，一定能渡过难关的。我一定给你报仇！别走！愿随你走遍天际。
娘娘救了微臣，从今往后，微臣这条命就是娘娘您的。要不是你这次事情做得漂亮，哀家也不会出手救你。薛姐，你平时一副弱不禁风的废物，关键时刻敢给皇帝下。苏雪的诬陷，反倒让我赢得了太后的信任，也算是因祸得福。太后娘娘，微臣有一事不明，微臣是戴罪之身，您救了微臣，微臣担心会牵连到娘娘。那就斩草除根，让那些挑出哀家错处都消失在这世上。皇帝因袭上策，做事要有始有终，他的命就由你了结。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微臣遵旨。当初你答应我，会杀了那个毒妇，为我报仇。可为什么你是贼作恶，摇身一变成了他的儿子？皇位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值得你放下仇恨，甘愿去做他的傀儡？小时候你救我2次，我还给你，咱们就算两清。心中生出一点萤火，不成的传说，有谁来过？苏美人到！苏美人，皇上的伤势怎么样了？太医院的医生们已经看过了，说皇上的毒素已侵入肺腑，难以医治。唯有一人，谁？已经亡故的太医院院守顾太医，有一门独门绝技，能找到人的神血，放血暂缓毒素。亡故的？难道真的没有大夫能找到神血了吗？难道皇上真的就没救了吗？不管怎样，我都是皇上唯一的嫔妃，无论如何，我都会陪着他。我心狠，要是让你活下来，我就得日日活在身份被揭穿的恐惧当中。是他的针，薛姐，你骗我骗得那么苦，既然你想救他，那我偏要他死。你怎么在这？皇上，您终于醒了，臣妾都要担心死你了。别动我的针，臣妾刚刚把您体内的毒素憋了出来，给您施了针。
你给朕失了贞，不应该还做了点其他的。皇上，微臣查到您是因为过度补阳，所以才昏迷不醒。只要与极阴女共度天宵，便可安然无恙。极阴女，那你来看看，这是不是好一些？请容微臣为您诊脉。天佑我大主！皇上的脉象平缓，已无中毒迹象。那是失传已久的神学放血之法。这施针之人医术精湛，不亚于故去的顾太医。不过皇上既然已无大碍，想必是已经和极阴女同房，极阳补极阴，极为凶险，更会伤及子身，轻则气虚血亏，重则伤及脏器。雪儿，你怎能为了朕，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皇上是臣妾的夫君，臣妾愿意为皇上做一切，不管做什么都万死不辞。女儿，这次我们两不相欠。难道您就是？没错，我就是顾太医的女儿。难怪有这样好的医术。也是巧了，极女就在身边。只是皇上体内的毒素虽被清理，但3日之内不可出门走动，以免毒发。臣妾这3日一定寸步不离守着皇上，不让皇上受到一点点伤害。娘娘要保重身体，因祸得福，看来不久就会有小皇子降生啊！朕身为一国之君，保护你还差不多，怎么能让你保护？老臣这就去为娘娘抓些药来。皇上，老臣奉太后之命前来探望皇上。糟了，如果太后知道明恒还活着，绝不会轻易放过。何人在吵嚷啊？回皇上，马太医来了。皇上跟太后娘娘一向不和，要是让太后娘娘知道皇上这3日之内行动不便，必定会趁机发难啊！皇上，您不方便出面，要不就让臣妾打发了吧？这太后和镇国公早有勾结，非宗猛无法无天，朕担心你会吃亏。皇上，臣妾有您给撑腰，臣妾什么都不怕。皇上等着臣妾的好消息吧。我只是想进去看一眼皇上，你们敢这般阻拦于我？难不成皇上真的出事了？大胆养心殿前，公然诅咒皇上！马太医，我看你的脑袋是不想要了。陛下好端端在殿内休息，岂是你一个奴才想见就能见的？苏宫女，哦，不，现在是苏美人了。老臣奉太后之意前来，苏美人敢对我指手画脚，你不配。你敢瞒我？我是太后娘娘的人。别说你只是个狗奴才了，今天就是他太后老人家来，这个门谁都别想进。这天下是皇上的天下，不是他太后的天下。我身为皇上的嫔妃，岂容你一个狗奴才在这放肆？来人，马太医把年纪了，还不识礼数，杖责80，让他好好长长记性。你敢？
给我等着！太后娘娘不会放过你的。皇上，马太医毕竟是太后的人，奴才瞧着苏美人刚刚的架势，若是跟马太医对峙，恐怕会和太后结下仇怨。朕倒还怕他们不结仇。这太后盯朕盯得这么久，说这苏雪可以分散一些太后的注意力，那倒也不算废物。原来他刚刚的温情都是伪装。要是当初与他相认的是我，而不是苏雪，那今天我也同样会被他当成棋子利用。什么人？打狗还要看人？他苏雪算什么东西？也敢动哀家的人？娘娘，不仅如此啊，苏雪还口出狂言，说天下是皇上的天下，就算您亲自去了养心殿，他也一样不准您进呢。养心殿，哀家要将那贱人扒皮抽骨，让他好好看看这天下究竟是谁的。娘娘，就算您现在咽不下这口气，此时也不是对付那个苏雪的最好时机呀。他们不让老臣去见皇上一面，想必皇上已经不行了。果真啊！没想到薛姐下手这么快，快去！出宫去通知哥哥，哀家明日要宴请群臣，为他得胜归来接风洗尘。若是当着朝臣们的面，皇帝暴毙的消息传出，那整个天下就都是哀家的了。恭祝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都入座吧。谢太后娘娘。小妹，用不了多久，这贺词就变成万岁了吧？有兄长相助，指日可待。诸位大破燕军，实乃我大楚功臣，让我们共同举杯，敬镇国公。敬镇国公。这镇国公劳苦功高，举办庆功宴，皇上为何没到啊？你们还没听说吗？皇上下毒被害，养心殿中已经几日没传出消息了。那皇上该不会……那这天下岂不要改姓？哼！休得妄议！皇上正值壮年，怎会有恙？请太后娘娘严明实情，以免谣言坏我社稷。既然众卿家都听到了风声，那哀家也不好再瞒下去。皇上确实身中剧毒，太院众人也无力回天了。这怎么可能呢？国不可一日无君，哀家心里再难受，也不得不站出来主持大局。太后娘娘一介女流，如何主事呢？卿家言之有理，可皇上没能留下血，为了大楚社稷，哀家只好从侄孙辈里挑出一位品行得当的。万万不可！太后的侄孙便是镇国公的后代，这天下岂可落入外姓人之手啊！住口！大胆奸臣贼，竟敢口出狂言！皇帝将死，整个大楚都是哀家说了算。你一个小小侍郎，也敢忤逆哀家！
来人，把他给哀家拖出去，杖责100。是。太后，我心系社稷，我无罪的呀！太后，我无罪呀！我无罪呀！还有谁敢反对哀家？下场便如他一般。若无人反对，那哀家便立镇国公嫡长孙为先皇。朕还没死，朕还没死，太后为你也太操之过急了吧？参见皇上。你怎么会？朕连夜撰论，嘉奖舅父，所以来迟。太后不会怪罪我吧？你的毒？毒？什么毒？皇上心系社稷，乃我大处之福啊！乃我大处之福！都平身吧。朕知道太后担忧子嗣一事，不过现在就谈论过继一事，是否为时尚早？皇上，臣妾参见皇上。过来。一个下贱宫女，仗着冒充的身份，也敢妄想爬到哀家头上。朕如今有了美人，这子嗣嘛，迟早的事。反倒是太后您急于一时的张罗过继一事，知道的是太后为了大楚江山，这不知道的以为太后想做奸臣贼子，改朝换代呢。皇上，皇上，太后娘娘可是一心为了你呀，而老臣也为大楚立下了汗马功劳，你不知感恩也就罢了，但为何你言辞利语的诬陷于他呀？舅父，且消消气。朕当然知道二位长辈劳苦功高，所以今日特意为您准备了封赏，呈上来。你这个贱人，哀家就不该相信你。太后娘娘，别着急，这毒要当场下，才会更刺激。这薛太医啊，是太医院最有资质的年轻太医，朕非常欣赏他的医术。边塞苦寒，舅父出征辛苦，所以朕特意让薛太医做了这一道药膳——白芷羊肉羹。哼，皇上也说我辛苦，让有功之人先吃。这，皇上，你不会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吧？哥哥，舅父身为长辈，又是公职，理应如此。什么人？来人呐，抓刺客！闭嘴，滚！放开我！我似乎是给过你机会，你为什么不走？毒害天子，罪加一等，我足以诛你九族。九族，我的九族里早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本就是苟活一世，这条命你想要，那就拿去。
就算是到了阴曹地府，化作厉鬼，我也会跟你们大楚皇室不死不休。学姐，我是不会让你死的。雪见，我会保护你的。留着你还有用。明日我会让你亲眼看见你誓死追随的太后是如何失去她最大的靠山的。你疯了！赵太医告诫过你，3日若强行活动剑光，也会毒发而亡。你在关心我？我只是不想世人将弑君的罪名安插到我头上。学姐，其实朕与你一样，都只是孤身一人。我不怕死，但我只怕不能死得其所，让大楚的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学姐，明日你愿意相信朕吗？林玉鹤，为什么我越来越看不透你了？难道他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这镇国公功高盖主，就连皇上都让他3分，看来这朝堂是要变天了。是不行。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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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医，马太医，快过来！我哥哥怎么样？回太后娘娘，镇国公此症乃是中毒。皇上，你好狠的心！镇国公为大楚鞠躬尽瘁，你竟然为了一己私欲给他下毒，连有功之臣都不放过。今日是镇国公，明日就是在座的众位卿家，这样的人怎配为帝？太后，您冤枉儿臣了。孩儿就算心肠再歹毒，也断然做不出下毒这等丧尽天良之事。是你对哀家怀恨在心，所以给哥哥下毒，是不是？难怪你刚刚进殿时对哀家说那番话。毒要当场下，才更刺激，不是？皇上，臣妾害怕。有朕在。太后娘娘，不是微臣，就算借给微臣100个胆子，微臣也不敢毒害镇国公。求太后娘娘给微臣一个查清真相的机会，你也不想让珍秀逍遥法外吧？哀家让你查，若是你查不出什么，哀家定要将你40万段。怎么样？毒正是这一碗羊肉羹。皇上，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狡辩吗？哥哥的这碗羊肉羹，正是你赏赐给他的。皇上，哀家虽然不是你的生母，但是你8岁那年一场高烧，烧去了所有记忆。若不是哀家把你抚养长大，今日你怎会坐上这把龙椅？你非但不感恩，还残害哀家的手足。哀家当真后悔当初养了你。狡兔死，走狗烹，皇上连镇国公都能下手，
当真狠毒啊！皇上不顾养育之恩，如此行径，必会使我大楚遭遇天罚呀！是好爱人，太后莫不是忘了，刚刚那碗羊肉羹，分明是朕的。你看看呀！所以啊，太后，若不是舅父他跋扈越剧，现在躺在地上的人便是朕了。不可能，也许是你后来下的毒呢。可刚刚那碗羊肉羹，分明只有薛太医他一人接触过。宫里上下的人都知道，薛太医颇得太后的欢心，他有什么必要向舅父下毒？所以真相就是，有人想要害朕，而舅父他做了朕的替死鬼。不可能，这不可能！就是啊。那敢问薛太医，舅父他中的是何种毒？回皇上，太后，微臣刚刚闻出，镇国公这碗羊肉羹里放有燕国特殊药材冷香丸。冷香丸？听说镇国公此次回朝带回不少那东西啊。冷香丸是名贵的补药不错，但若跟水菖蒲、白芷这一类药材混合服用，必会挥发毒性，致人身亡。听说镇国公对那冷香丸极为珍视，除了太后谁都没送，就连皇上都没有呢。难道是太后想毒杀皇上，却误害了亲兄长？啊，刚好做药膳的薛简正是太后的人，这么一来就都对上了。这弑君之罪，就算是太后也难逃死罪。不是哀家，哀家是冤枉的。恒儿，哀家若要害你，何须等到此时？早在你年幼时杀了你，不是会更简单？那太后，舅父冷香丸中毒的事情，又如何解释？太后若解释不出来，就只能由大理寺来调查。但这谋害天子之罪，可是谋逆。皇上，你不能这样对哀家，哀家是冤枉的，哀家是冤枉的。哥哥，你身中剧毒，时日无多，就别怪妹妹无情了。皇上，哀家知道了，哀家知道了，是镇国公有谋逆之心，利用冷香丸给皇上下毒。跪下！启禀皇上，老臣在大殿之外看到镇国公府上的小厮鬼鬼祟祟，想必他有话要说。皇上在此，还不赶紧把你知道的如实招来？回皇上，是镇国公给皇上下的毒。镇国公本是听说皇上正服用菖蒲类药材，便命人将冷香丸放入羊肉羹中，却因为不通药理，不知白芷与冷香丸相融合也有毒性，所以才喝下了那碗有毒的羊肉羹。哥哥，你好糊涂呀！镇国公大破燕军有功，可他却背地里给朕下毒，意图谋反。但他毕竟是太后您的亲兄长，不知太后以为该如何处置他？好个狼崽子，居然敢反咬一口！我与哥哥关系亲近，若我保下哥哥，势必也会连坐，背上下毒之谜。哥哥，就在最后护妹妹一次吧。连血脉至亲都能下得去手，禽兽也不过如此。皇上，哀家这样处理，
你可还满意？母后为儿臣做到这个地步，儿臣自愧不如。今日之事，哀家已无心宴饮，请皇上与诸位大臣请便。心里诚切，度化哥哥的怨念，让他的魂魄不得纠缠于我。别怪妹妹，妹妹要是不杀你，我一定会被命运后长出把柄，万劫不复的。是你也是来看哀家笑话的。你明就知道白芷与冷香丸不能同时服用，你为什么不提醒哥哥？皇上想让我做什么？把你做局的那一道再做一次，故技重施，嫁祸郑国公。太后娘娘，我怎么会知道郑国公要在羊肉羹里放冷香丸？还敢狡辩！我看你就是和皇上一起串通好的，要置哀家于死地！太后娘娘忘了，你我以古针血脉相连，我若是死了，你也活不了。学姐，哀家对你不薄，你与哀家有什么血海深仇，要这样害哀家？太后娘娘风疾发作的厉害，微臣不是来害你的，而是来帮你的，帮你下地狱。皇上大喜，除掉郑国公，朝堂之上再无人能与您抗衡了。你说错了，是这普天之下无人再敢阻朕的路。郑国公一死，太后已无靠山，前朝当中再无人可驱使。皇上英明啊！只是奴才还有一事未明，既然皇上早就察觉出苏美人不是顾太医之女，又为何将苏美人留在身边呢？难道皇上对苏美人动了真情？皇上，皇上！臣妾还担心赵太医说的3天之期会损伤皇上身体，见皇上气色大好，臣妾就放心了。你这漏夜前来，所为何事？难道臣妾没有事就不能来看皇上了吗？皇嗣关系国运，皇嗣之事算不算大事啊？雪见，这个穴位叫印堂穴，刺入半寸，即能麻痹人的神经，致人产生幻觉。所以行医者断不可急功近利，为了疗效而损伤病人的身体。爹爹，女儿记下了。太后娘娘，
您现在好些了吗？学姐，你的针法越来越高超，只需一针便能让哀家恢复正常。桂嬷嬷那个老婆子去哪儿了？竟也不来伺候哀家。学姐，这后宫中除了桂嬷嬷，你是哀家唯一可信之人。等哀家的哥哥班师回朝，哀家自会重重赏你。谢太后娘娘。爹爹，答应您的，女儿要食言了。为了惩治恶人，女儿别无他法。太后娘娘饶命啊！娘娘，该喝药了。谁派来的？到底有什么目的？娘娘饶命啊！娘娘，这老臣是真国公的人啊！胡说！是皇上派你来的，是不是？是他让你来监视哀家，好从哀家手里夺权，是不是？皇帝不让哀家好过，哀家也绝对不会放过他。哀家要让他看到他在意的东西一点点从他身边消失。说，是谁派您来的？说！国真的反噬越来越严重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爹爹，这些普通的针法，女儿都已经学会了。您教我顾家祖传的古针好不好？学姐，古针虽然能治把病，却得用医者的命做引子，以49天为期，期间病人虽然分担医者的痛苦，可49天一过，病人所有的症状都会转移到医者身上，轻则心脉受损，昏睡不起；重则五脏俱裂，暴体而亡。爹爹，您别怪女儿偷看您的行医失职，偷学古针。古针是女儿的底牌，若不能扳倒太后，女儿只能与他。皇上，臣妾最怕雷雨天了，你来摸摸臣妾的心，慌不慌？薛太医，薛太医，真的是您啊！皇上找了您1个晚上了。找我做什么？苏美人要与皇上共泡药浴，请您去配制药材。今晚不是我当值。可苏美人点名要您去，也只好麻烦您了。皇上当真宠爱的。苏美人与皇上乃是旧识，年少不可得之人，自然要格外珍惜。您说是吧，薛太医？请吧，薛太医。皇上册封了臣妾这么久，却迟迟的再也不宠幸臣妾，可是臣妾哪里做错了吗？你做得很好。既如此，臣妾在汤泉里面准备了药浴，不如我们……老臣奉太后之命，请皇上到太后娘娘宫中小叙。皇上又要丢下臣妾一个人了吗？那不如你陪朕一块儿去，就是不知你会如何面对太后。臣妾还是不打扰皇上和太后娘娘了。臣妾在汤泉里面，皇上不回来，
臣妾便不走。参见皇上。雨夜湿寒，天气寒冷，来喝口热茶。多谢太后关怀。深夜，不知太后叫朕来所为何事？皇上不让哀家好过，哀家也绝对不会放过他。哀家要让他看着他在意的东西，一点点从他身边消失。娘，老臣有一计，能让皇上痛苦。说什么法子？皇上不是在意苏雪那个贱人吗？我们可以让苏雪通奸。那还不赶紧从宫外找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皇上既然放不过哀家也绝对不会放过他。是。你们都下去吧。是。唉，你舅父的事儿，是哀家对不住。要是知道他狼子野心，要对你下毒，哀家一定会阻止他，不让他伤你分毫。朕竟不知，这狼子野心之人，竟是舅父。皇上是什么意思？你那是怀疑哀家吗？儿臣可不敢。朕和太后这么多年相互扶持，这大楚才有了如今的繁荣盛世。太后自然是不会冒着被天下人咒骂的风险来害朕。是天高地厚的小畜生，还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就算哥哥死，还培养那些亲卫还在。马太医，您不是在太后娘娘那儿吗？太后娘娘吩咐，有几味药要薛太医自己抓。这些可都是催情的药物。要你抓你就抓，耽误了太后娘娘的事儿，小心掉脑袋。是。没轻没重的东西，你念逃本宫了？没人恕罪啊！罢了，你滚去太医院，看看薛简那个贱人，怎么还没把要约的草药拿来？是。薛简，如今我拥有的一切，本该都属于你。你这个贱人骗了我那么久，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将你踩在脚下的。皇上，您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想到有一天，老子也能玩上皇帝的女人。皇上后宫的妃子只有我一个，足以可见他对我的重视。你要是敢碰我一根手指头，皇上一定杀你全家！谁不知道咱们大厨乃是太后长成？太后让我睡，皇帝来了也是拿老子没办法。真是蠢货！私闯后宫可是重罪，到时候万一东窗事发，你以为太后会保你吗？她只是在利用你。现在只有本宫能救你，不想死就按照本宫说的去做。太后，时候不早了，苏美人还在汤泉等朕，朕今日就不打扰。哎呀，太后还有何事？哎呀，哀家
风疾越来越严重，恐怕时日无多。皇上，你是哀家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你能陪哀家走一走吗？太后既然风急就发，那不能耽搁，儿臣这就去找太医。哀家用白绫勒死那贱人时，也是这样的语气。你说什么？苏美人果然没骗我，还真是个女的。你是谁？想干什么？女扮男装混入皇宫，可是株连九族的死罪。不过，你要是今天晚上把我伺候舒服了，我可以饶你一命，不说出去。你放开我！苏璇呢？苏璇呢？放开！那是个胆大包天的贱人，他以为生了儿子就能母凭子贵，妄想踩在哀家头上。于是哀家就当着他6岁儿子的面，用白绫把他勒死。贱人，去死吧！太后做事干脆，儿臣佩服。若没有太后的雷霆手段，儿臣也不能稳坐这皇位。皇上就不好奇哀家勒死的宫妃，他的儿子是谁吗？既然已经是死人，又何必再回忆？皇上8岁那年生的那场大病，当真带走了所有的记忆。住手！放手！放开！放开！薛浅，你不是自视清高吗？被脏了身子，我看你还有没有脸活下去！来人！你好了，好了，大点声，把整个皇宫的人都叫过来，让他们看看你这个女扮男装的贱人！苏璇，我本来不想跟你争，但这是你自找的。薛浅，你完蛋了！谁敢碰你？果然是你！那当托子不是说太后会拖住皇上？皇上怎么这个时候就回来了？太后果然是想对付苏雪。单公公，哎，薛太医怎么不进去啊？苏美人不是着急用药材沐浴吗？我方才瞧见苏美人宫中有人影闪过，唯恐是蒙面人，又怕不是惊扰美人，不如单公公去请皇上过来一趟，微臣先进去探探究竟。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朕你的身份？我本想将这个秘密封存一辈子，苏雪，这是你逼我的。皇上明鉴啊，是这个女的，她女扮男装，耐不住继母勾引我，这件事都与我无关啊，皇上。你说她勾引你？对，就是她。皇上，你一定不要放过这个秽乱国的贱人。欺君之罪，她连朕这个95之尊都看不上，你觉得她会看上你这样一个废物？可皇上，女扮男装可是犯了欺君之罪，这要是传出去，那朕便帮他杀掉知道此事的所有人。阿姐，你别嫌弃我脏。
为什么？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朕，你就是顾太医之女？雪姐，如果早点告诉朕的话，朕便不会那么对你。连日三思啊！刚刚那个狂徒都被你这个时候冲出去，下场未必会比他好啊！何时轮到你一个奴才教本宫做事？我现在出不去，难道你要本宫看着那个贱人抢走属于本宫的一切吗？皇上，皇上，她不是顾太医之女，我才是。苏雪，我给过你机会，让你借我的身份飞黄腾达，是你自己不中用。这道疤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也是我身份的证明。难道皇上刚刚看他的第一眼就确定他的身份了吗？你骗了朕这么久，说吧，想怎么死？皇上，臣妾没有骗你。她居然是女子，原来她就是那晚与皇上春宵一度之人。可她却眼睁睁看着我为她跳出来，一声不吭的看我出丑。你怎么会有这道疤？你怎么会有这道疤？若不是做了万全的准备，你以为我敢出来与你对峙？皇上，臣妾对你日月可见，是苏姐无意间看到了臣妾身上的疤痕，便妄图冒充臣妾的身份来掩盖自己的欺君之罪。你，苏雪，你以为伪造我的伤疤就能瞒天过海了？皇上，你可还记得这个？朕确定，薛姐就是朕要找的人。至于你，皇上，臣妾有话跟你说，也能证明臣妾的身份。不过，这句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说。说吧。苏雪才是与朕一直交好的顾太医之女，顾雪见。来人！薛太医女扮男装，混入太医院中行骗，犯了欺君重罪，押入天牢，择日问斩。为什么？薛姐，你说今天就是古镇期限的最后一天，爹爹，是女儿没有，错喜男人落得如此下场，是我自以为是。以为凭着儿时与他的交情，便能博得他一丝怜悯，借他之手扳倒太后。可女儿忘了，他是95之尊，一个能认杀母仇人做母后的人，还又能指望他有什么人性呢？
薛太医，该上路。也罢，若我身死，便能和太后同归于尽，也算惩处了恶人。只是我不甘心。太后娘娘，这囚犯是皇上要……上！这些人穿的盔甲也是圣国公军中特制，难道太后想造反？学姐，哀家真是小瞧你了，你隐藏身份在哀家身后藏了这么久。哀家知道你恨哀家，难道你不想知道苏雪是怎么赢过你的吗？因为她怀了皇嗣。皇上，臣妾是吉衣女，那一晚怀了您的孩子。现在太后娘娘对皇位虎视眈眈，意图谋反。现在有了皇子，太后没有理由指责您什么了。学姐，你以为和他两情相悦，殊不知你的深情在他眼里就是笑话。你要不是哀家身边的人，你连被他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你想让我干什么？一点就透，你比你爹可聪明多了。少废话！哀家集结了哥哥的10万大军，哀家让你给皇上也扎一针古针，这样让他与哀家命脉相连，哀家就算败了，他也不能把哀家怎么样。哀家知道你不肯帮哀家，但你现在有的选了，搏一搏，可能还有机会为你爹报仇，不是吗？苏美人呢？苏美人呢？回皇上，宫中近日突发风寒，皇上症状尤其严重，美人担心传染危及皇嗣，特意让奴婢前来伺候皇上服用汤药。皇上恕罪，奴婢怕。罢了，把药拿过来。是。皇上，这药材里面是有毒的。血姐女装竟然如此貌美。皇上，你派去刺杀薛姐那些侍卫已经通通被太后拿下，而薛姐就是太后派来刺杀您的。什么？他说的可都是真的？是真的又如何？你知道的已经太晚，我要让你们这些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皇权贵族，也尝尝被蝼蚁玩弄的滋味。你竟敢帮着太后，算计朕！是皇上先放弃我的，我不过是投桃以李。怎么，您这就受不了了？御前持刀中枪，可是谋逆重罪，
太后今天带这么多重甲士兵，是何居心？哀家的居心，皇上难道看不出来吗？这大楚10几年前就该杀哀家的，哀家以为过继一个野种便能名正言顺坐拥江山，可没想到却养出一个狼崽子。这天下不是你的，更不是朕的，这天下是百姓的天下。你将实权握在手中，必遭天谴。可现在该遭天谴的是你。哀家贵为前朝公主，身份尊贵，那个贱人却抢走了皇上的恩宠，还生下了你这个孽种向哀家炫耀。这天下是哀家，哀家绝不允许任何人忤逆哀家，所以他只能死，你们都得死。今日我便替我母妃报仇。皇上，你以为杀了我你能活吗？你被他下了蛊针，与我命脉相连，你要我死，你也活不了。薛姐，你这个贱人！皇上乃九五之尊，你怎么敢害他？我只知众生平等，谁若害我，我必定千百倍奉还。皇上，哀家没骗你吧？与哀家同感，滋味如何呀？放开太后！皇上，你若束手就擒，哀家还能饶你孩儿一条贱命，否则……皇上，求求臣妾！皇上，为什么？你和朕根本就没有夫妻之实，怎么可能会怀有朕的孩子？朕一直都知道，那一位是薛姐。所以你们是一直在演戏骗哀家。太后娘娘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得出来，看来这风疾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朕若不将计就计，让太后相信苏雪肚子里有孩子，怎么拿她当幌子来保护我的薛简呢？所以你一直都知道你找的人不是我，你千方百计的宠爱我，也都是保护薛简这个贱人。我本无意与你争抢，一心只想着报仇，没有告诉你我的身份，是不想连累你，可你却心生怨怼，三番四次的想要置我于死地。成王败寇罢了，说这话有什么用？我只是后悔没早点杀了你这个贱人。薛简，你以为你赢了？太后已经带着镇国公的兵马围堵皇城，你们不过也是刀下亡魂罢了。他说的没错，宁玉衡，任凭你武功再高强，也难敌哥哥的铁骑。来人呐，给我上！取明玉衡首级的，哀家重重有赏。你们都聋了吗？给哀家上啊！太后，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都是你的兵马？微臣参见皇上。这不可能！你们是哥哥培养的亲卫，怎么能效忠于这个野种？微臣是皇上的亲卫，只效忠皇上一人。你与哀家命脉相连，为何你不痛？你当真以为我会蠢到给皇上下针？明玉衡维护苏雪，一定有他的道理。可今日就是古镇的期限最后一天，若是不能杀了太后，那我便再也不能为父报仇。薛太医，皇上已经为您准备了完全的退路，您切不可做傻事啊！申公公，薛太医，皇上假借将您处死之名，实际上秘密安排您出宫。还有，他让我给您带句话，
既然答应了要护您周全，便是一辈子。还有您的仇，他替您来报。不可，我绝不可能留他一个人涉险。可按位来报，太后娘娘她集结了10万重兵，正准备逼皇上退位呢。您就算待在她的身边，也是徒劳无功，不如早些出宫去，免得皇上为您分神。皇上运筹帷幄，算无一策，该不会真的相信太后有10万大军吧？太后，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自己有10万大军吧？你可还记得镇国公死后，你日日疯癫，我为你扎的那一针，那一针能够使人致幻，才会让你在后来误以为镇国公和桂嬷嬷都还活着。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10万大军，有的只是镇国公的残兵败将，刚刚已经全数被皇上斩尽杀绝。不可能！你骗我！哀家有兵马，哀家才是天下之主！现在你清醒了吗？太后娘娘，刚刚那一击是为我死去的父亲，他尽心尽力的为你治病，只想到最后告老还乡，陪伴幼女，却被你残忍的抹杀。现在这一切是为那些被你同样杀害的官人，他们同我父亲一样对你忠心耿耿，却只因你疯疾发作，疼痛难忍，你被杀人泄愤，害得他们再也无法和亲人相聚。这一切是为了大理百姓，你把持朝政，克扣税银，充盈自己的私库享乐，害得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实在该死。最后这一切是为了那个在深宫中目睹自己母亲惨死的无辜稚儿，他隐忍蛰伏多年，只为了今天取你性命，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阿姐，一切都结束了。爹，终于为您报仇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顾氏之女顾雪见坚韧良善，性情温敦，立为中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赫人伏法，爹，您的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夜里凉，我的阿健身娇体贵，还怀着红的宝宝。难为你现在才来献殷勤，我入宫这么多年，你竟一直都没有发现我的身份，实在是让人心寒。其实啊，我认出你，要比你认出我更早。我们以后的日子比当天。我会在你心间做你心头线。